男人哭着跑到了树林，没想到却看见树底下有一个诡异的蓝色幻影。他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却发现对方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一旁又出现了个浑身是火的自己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悉达多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终于赢得了与公主的婚配权。可敌国野心勃勃，战事一触即发，他们的婚礼能否顺利进行呢？夜晚来临，整个王宫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里，两个国家的王室聚在一起，他们即将要成为亲家，并向余主大师询问成亲的吉日。大师们经过占卜后表示，7日后便是良辰吉日。两位王后欣喜万分，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。他们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，众人开始为悉达多和耶输陀罗筹备婚礼。可偏偏在这儿最热闹的时候，国王接到密探带来的消息。密探告诉国王，居萨罗王的确举行了马祭，并故意驱使骑马朝着施家领土而来，预计在7日后就会抵达。这日子刚好与王子的婚期冲撞。王后开心地将请帖拿给国王过目，可却被国王一把撕碎。为了迎接紧张的战事，王子的婚事不得不推迟。他严肃地告诉众人，居萨罗王波斯匿来犯，婚礼暂时取消，一切等战事结束后再说。听完以后，众人的脸上没有了刚才的喜悦，大家都充满了担忧。国王命宰相立马召开紧急会议，与施家诸王商议战事。而此时悉达多还在与耶输陀罗在池塘边闲聊，他们还尚不知这一危机情况。两个年轻人在月下谈情说爱，眼中的神情如同一汪池水。而车尼此时急匆匆地赶来，他将国王决定宣战以及婚礼被取消的事情告知了两人。一旦战事爆发，生死难料，二人的命运也将难以推测。耶输陀罗既惊讶又担忧，悉达多想要安慰他，可却被他阻止。他望着悉达多，深情款款地说，无论婚礼是否举行，我都是属于你的。国王召集施家族人会议，他们坐在一起商讨对策。单绝王生性懦弱，不愿多生事端，提议净饭王受降，如此一来就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迦毗罗卫和施家族人。国王大声地质问他，难不成你要甘愿沦为阶下囚吗？不要忘记，施家是一个完美的共和国，我们可不会拱手相让。施家国为部落共和制，净饭王是议会贵族推选出来的首领，他的意思是唯有赢得胜利，才能真正的保全施家族。若真的投降，便会令施家族变成和居萨罗卫一样的制度。净饭王的提醒让在场的族人都纷纷表示支持。正当他们还在进一步商议对策时，波斯匿王已经在施家国境外安营扎寨。其中一个施家族附属小国的国王居然主动投降认输，他缓缓地摘下自己的王冠，双膝跪地向波斯匿王表示臣服。而波斯匿王则非常自豪地将属于居萨罗王的王冠赐予他，随后将施家族的王冠踢到一边。在谈及与迦毗罗卫的战事时，波斯匿也非常的自信，因为他早就选好了一位施家族人来做他的合伙人，而那个人不会对迦毗罗卫出兵相助。厉天在一旁听见这话，不由得为悉达多担心起来。他铤而走险地追上信使，夜色朦胧，他小心翼翼地躲在树后。待信使与合作者会面时，厉天终于看清了，原来迦毗罗卫的叛徒竟然是单绝王。信使与单绝王分开后，厉天出手将信使杀死，夺走了密函。另一边，净饭王正与将军们商讨对战策略。净饭王指出地图上的一处，决定在那里展开进攻，而悉达多则另辟蹊径地选择了大雾弥漫之地。悉达多表示，这里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，其余的都是些小道。敌军在下，我军在上，能够俯视敌军。他们作战时需要攀登崖壁，我们却无需直面居萨罗的大军。敌军身处峡谷，而我们便能据守高地。悉达多的这个办法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好评，国王也为此感到欣慰。他称赞了悉达多的足智多谋。悉达多却解释说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乔陈如导师对他的教导。乔陈如导师教他这些，还告诉他战争只会带来毁灭。悉达多想借此再一次劝阻国王停止战争，然而国王脸色一沉，直接无视了他的话，转过身知会将军后续应该如何应对。此时悉达多还不知道厉天已经带着密函前来寻他。厉天未能见到悉达多，反而撞见了提婆达多。厉天不知提婆达多与悉达多之间有嫌隙，希望提婆达多能将密函代为转交给悉达多。他半信半疑地将密函打开来看，密函上的内容触目惊心。他误会厉天便是送信给单绝王的信使，愤怒之下想要拔剑杀死他。厉天被他一剑割破喉咙。提婆达多带着信函离去，恰好此时单绝王突然出现，他见自己私通敌国的事情被提婆达多知晓，不得不出言讨好，威逼利诱。单绝王表示，我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，我原本就希望你成为我的女婿，只可惜你没能赢得选婿大典，居萨罗的秘密就止于你我之间吧。但提婆达多的内心深处还是忠于施家族
族的。净饭王说到底也还是他的亲人。他猛然推开单绝王，并对单绝王的提议感到不可置信。单绝王对他说道：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，一旦居萨罗国获胜，施家族的宝座非我莫属，到时候耶输陀罗就是你的了，我还会指定让你来做我的继承人。单绝王开出的条件实在是太诱人了，让提婆达多有些心动。最后他还是将密函交给了单绝王。奄奄一息的利天被车逆发现，并被带到了马厩附近。悉达多和耶输陀罗得知消息赶来，看到利天后，悉达多既惊讶又难过，不断地询问利天究竟是何人害他如此。利天此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并拼尽全力指向一旁的耶输陀罗，想提醒悉达多小心他的父亲单绝王。但悉达多误会了利天的意思，以为利天是想要喝水。耶输陀罗急忙拿来水，悉达多小心翼翼地喂给他，却被他用力打翻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利天的生命已然到了终点，最终利天死不瞑目。这是悉达多第一次直面死亡，他不能理解利天究竟怎么了，只以为利天是昏迷了过去。他大声叫着御医，可车逆悲伤地告诉他，利天已经死了，再也不能说话了。悉达多还是无法理解死，什么是死？他根本不信车逆的话，他拼命拍打着利天，想让他赶紧醒来。而耶输陀罗流着眼泪告诉他，昏迷的人可以醒来，是因为他们还活着。人终有一死，王储殿下，你或许从未见过死亡，但一定从老师的口中听说过，在经卷上读过。悉达多不解地问道，可生命怎么能脱离肉体？耶输陀罗希望他接受真实的死亡，对他说道，这就是生命的本质。在未来的战场上，你一定会看到遍地的尸体，你也一定会因战争夺去他人的生命。死亡这个可怕的概念第一次在悉达多的脑海里清晰起来，他无法接受这样随意夺走他人生存的权利，他大喊着逃离这里。此时他的脑海一片混乱，他拼了命地跑进树林。突然间，他看到树下有一个幻影在哭泣，他小心翼翼地靠近，询问对方是谁。没想到当那幻影抬起头，悉达多才发现对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幻影告诉他，我就是你，我是你的良知、同情、爱心和悲伤。这时悉达多的右侧又出现了一个正在燃烧着的自己。悉达多不解地问他们究竟是什么。蓝色幻影告诉他，我是水，是大地，是慈悲，是幻觉，爱由我而生。火之幻影说，我是火，是风，是愤怒，是嫉妒，我也是骄傲和勇气的来源，这些是你所向披靡。随后两个幻影争执了起来，蓝色幻影指责悉达多居然为国王出谋划策，成为战争的帮凶，而火焰幻影则告诉他别忘记沙地利的责任和使命。而最终两个幻影同时走向了悉达多，渐渐融为了一体，这让悉达多崩溃的倒地。战争来临的这一天，净饭王在波提王后的祝福下身披盔甲准备迎战，可却到处看不到悉达多的人影。而另一边的提婆达多同样也在祥光的祝福下整装待发。临行前，祥光向提婆达多要一个在战场上杀死悉达多的承诺，可却被提婆达多拒绝了。他表示自己不会主动将剑指向悉达多，但同样悉达多被敌军包围，他也不会出手相救。加皮罗卫的军队很快便出发了，他们停留在悬崖上等待大雾的出现。待到大雾弥漫，提婆达多将骑马带回营地，这意味着加皮罗卫决定宣战。两边使者交涉无果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正在这时，悉达多及时赶来，他眼前出现了未来的景象。他看到了加皮罗卫最终战败了，净饭王被俘虏，险些丢掉性命，现场战火四起，无辜的战士一个接一个的倒地，无数生命渐渐流逝，一切都照着预示的未来在进行。悉达多必须要想办法阻止这一切。他来到河边，看见了远处的象群，想到了个好主意。净饭王被波斯匿王及其部下抓住，危急关头，悉达多的箭精准地射中了波斯匿王的手腕。悉达多带领象群来到战场，面对庞然大物的威胁，令波斯匿王不得不忌惮。悉达多叫停了这场战争，为了使两国都能有尊严且无伤亡地结束这一切，悉达多决定跟波斯匿王打赌，两人互换王冠当做箭靶，再各自选出军中最好的弓箭手射击，谁能射中对方的王冠，那谁就获胜。悉达多决定的人选是提婆达多，这让提婆达多感到非常的意外。悉达多来到他的面前，表示兄长，你是军中最优秀的弓箭手，他相信提婆达多一定会获得胜利。提婆达多缓缓接过弓箭，此时胡范王在他耳边说道，你该射中的不应该是王冠，而是悉达多的人头。提婆达多走到悉达多的面前，脑海中不断闪现着他与悉达多的儿时画面。悉达多不断地战胜自己，以及抢走了他心爱的公主，最终他做出了选择，箭射中了王冠，而并非悉达多的头颅。在最后关头，悉达多抛弃了一己私欲，选择了刹帝利的荣耀。悉达多兴奋地拥抱住提婆达多，并高声欢呼提婆达多王子万岁，这让施家族的将士们士气大增。稍后波斯匿王同样带着王冠站了出来，但军中却无人敢对波
波斯匿王举起武器，最终使悉达多和加皮罗卫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。净饭王将对战败者的处置权交给了悉达多，悉达多依旧愿意给波斯匿王一个机会，但他同时也向波斯匿王讨要一个礼物，那便是居萨罗国的全部兵器。他要将那些兵器炼化，用它们在边境写下硝烟无穷尽，人性方可惜，因为只有和平才能传播爱。波斯匿王听后十分动容，他双手奉上自己的宝剑，这场战争就此平息。悉达多认清了死亡的真相，用实际行动阻止了这场战争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